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Melody。我是 Kevin。这几天呢，我们是在美国的俄勒冈州的塞塞德营地。这个营地呢，我们特别喜欢。自从买了房车之后呢，我们每年夏天都来，特别幸运啊。这几天呢，俄勒冈州海边的天气呢特别好，阳光明媚，但是呢又气温凉爽。那么借着这个契机呢，我和 Kevin 商量，我们是不是正好在房车里面做一集关于我们开房车这个2年半的时间遇到的一些雷、一些麻烦，或者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烦恼。坐在房车里和大家闲聊这些麻烦和这些不方便或者这些雷，如果你没有遇到过呢，那是比较幸运的。那么我们说出来呢，你们可以有个防范。如果你们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麻烦，你们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先让 Kevin 给我们分享一下，我认为是我们买房车以来最大的一个笑话，或者说最大的一个雷。对，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其实房车旅行呢，肯定不都是花好月圆，更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啊。那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小的波折。常常房车圈里有一句话，不正在修房车，就在去修房车的路上啊。对啊，我们这条路走过好多回。对，所以细数了一下买房车的第一年啊，真的无数次往返房车的经销商啊。对，因为我们的房车呢是清风房车，那么清风房车实际上在加拿大呢是没有直营店的，对，就是说大家俗称的没有 4S 店，都是交给一些经销商来运营的，对，都是一些代理，不管是售后还是售前啊，都是交给他们指定的一家啊。那这个在温哥华呢也是比较大的一家。在兰里的一家经销商那儿买的。对，我也不想直接点名了，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如果对清风感兴趣的，大家知道温哥华只有这么一家经营。新的清风房车有1年的保修。对，所以呢，1年的保修呢，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讲呢，是觉得是不是需要延保？但是有些人觉着这1年根本修不了几个房车的问题。那比如说以我们为例子吧。那我们最大的修的时间最长的一件东西就是我们的天窗。那我们的这个房车呢，前后啊各有一个天窗，其中一个天窗呢，在我们刚拿房车的时候不久啊，因为我们拿房车是冬天时候拿的，对，2月份拿的。温哥华在冬天经常下雨，所以呢，天窗盖子就粘在了上面。就没有办法打开，吸附住了。那么这个天窗呢，是既有手动的，也有机械自动的。那么自动的顶不开它，那我就尝试用手动的。可是其实这个手动的把手呢，甚至都没有标明哪边是开，往哪边旋转是关。那所以呢，在我不断尝试过程中呢，就把盖子连接在房车车筐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杆子其中一个地方给弄断了。这是我个人认为的，使用的，我也是承认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在保修期，我们有1年的保修期。那么然后于是我就要去预约修这个东西那这问题来了这过程非常复杂。第一次就要预约，等1个多月，然后把房车开过去，对，让他确认问题，然后他说 OK， 我们要去跟清风厂家去申请零配件回家等消息，然后2个多月等来了之后再去修，再把房车开过去，然后再把房车开过去，然后每次开过去还要把房车存在那儿2、3天，你还不能当时跟那儿等着工人修完就走没有这么快捷，不像中国一样所以然后呢，第3次又出一个问题，这个东西盖子给我换上了，突然他说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准备走了，我说检查一遍吧，盖子是换完了。然后我去摁那个机械打开的时候怎么也没反应，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反应。结果又找来了小哥确认，这个好像是电机坏了。小哥找来了老师傅又来确认电机坏了。就是这个问题刚修好，又出来另一个问题了。对，还好就是Kevin细心，他说已经修好了，Kevin 呢就检查了一下，并没有说他们说修好了我们就开走了一旦开回家了，我再打电话预约好，又一个多月2个月时间才能把房车开过来让他看一眼。所以这就是我不断的想吐槽这个效率我也听那个冠冠分享他的那个故事，他甚至都怀疑人家把另外一个东西给弄坏了，而且这是说法不是一个，在房车界有好多人这样说法，就是修完了一个他给你弄坏了第2个。当然我没有那么想那么邪恶那 OK， 那没问题，再修吧。然后他说这个电机坏了，就要全把整个这个连窗框连盖子全都统一换一个新的。那 OK 换吧。对，然后我们又把房车开回去等，给他留时间去
申请这个配件。好，2个多月又过去了。过来了啊，无意中就问了我一句啊，你这个天窗不是2个吗？是那个后边那个吗？我说是。我当时也没太留意，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修了2回了，你们也知道是怎么坏的，你们也知道哪个坏了，又不是我刚刚拿过来。所以我也疏忽了。那我就随手说啊，是后边那个。结果呢，按这个说法呢，应该是前面那个。对，就是我们这个房车呢，床上面这个天窗，咱们叫前面一个，没错。门上来这个天窗，他们叫后面一个，没错。然后当时 Kevin 呢，一下子呢就脑子因为跟着他的思路走，并没有反应过来。他说：“那你是后面那个坏了吗？”啊，Kevin 就下意识就认为啊，说是，其实不是的啊。他们认为后面的是门上来的叫后面的，床前那个坏掉的是前面的啊。那继续修吧。那给我换完之后2天之后我回来拿，我说没修啊。然后上房车一看，他把我本来没坏那个给换了，坏了那个动都没动啊。对，他说你不是说后面那个吗？对啊。那我说你们哪个坏了？你们还不知道吗？小师傅来完，大师傅来，大师傅来完，老师傅来，对吧？你们都确认好的去发送的那个申请去要的配件，怎么你们前后自己都搞不清楚呢？然后又重新去申请件。对，等于说他把我们一个坏掉的天窗的配件没有修好，把我们一个好的天窗的配件给更换了啊。那么最后整个这个天窗修的时间，大家都想象不到是多长时间，过了保修期都才给我修完。对，我们是2023年2月份。对呀，我整个花了将近10个月左右的时间才把这个天窗给修好。对，就是因为每一次你要求维修，保修期里要维修，对呀，对吧？首先你得预约，是啊，然后第二次呢，把房车开来，他确认问题，然后你再帮房车开回去，等他通知，等他来了通知，我们第3次再来把房车给送来，房车在这儿放，这个经销商那儿放3、4天、4、5天之后，他再通知我们修好了，我们再把房车拖回去，就是每一次一个动作。大概需要3个月时间，然后我们需要去3次经销商那里啊，然后我们为修这个天窗，无谓的又多修了一样东西，就等于说他把我们一个新的天窗又维修了1次，我们中间又耽误了3个月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天窗从冬天修到了冬天啊，经历了4季，终于把一个坏掉的天窗在最后换好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的保修期了。对，过了1年保修期1个月啊。当时我们就想啊，得亏我们没有去买他们家的延保。对，这里边呢就有2个心得我们想分享。第一呢，如果你是房车新手，而且你买的是一辆新的房车，那么第1年一定要多使用。多使用它会有一些问题就会显现，而且是在保修期内。其实我们在第1年的保修期内维修了一些东西啊，比如说逆变器，也有可能是营地的电压不稳造成我们的逆变器损坏了。还有呢，我们房车下面的平衡杆也维修过，还有一个我们房车后视镜有一根线接触不好也更换过，再加上我们这个天窗，所以说我们整个房车呢，那些是小问题，对，毕竟解决的时间会快一些。对，但是都是在1年的保修期内啊，不管是我们使用不当，还是我们并不熟悉这样东西，所以说对于新手小白和买了一个新房车的人来说，第1年的时间特别珍贵，一定要珍惜。多使用。而且呢，幸运的是啊，就这些问题呢，还都没有影响房车的正常出行和使用。对，我们还是正常游览，只是每一次都根据他给我们预约的时间，我们来挑选营地，我们再安排营地，多少呢都是有点刻意的安排，因为我们也担心他通知我们回去了啊，可以维修了，我们又在外面又送不回去，这样又让我们等几个月。那么刚才 Kevin 也提到了一个关于延保的这个问题，我们在提房车的那一天，经销商把我们请进了办公室，再三推销了2个保险，关进了小黑屋，推销了2份保险。反正不买保险似乎是不能出来了啊。一个呢就是延保，它是着力推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救援，就是在那儿来回坐了很长时间，又喝咖啡又喝水啊，来回跟我们解释。最后呢，我们俩呢非常明智的没有选择这个延保，至少我们俩是这么认为的。通过这1年的保修，这么折腾，他们这种手法或者这种拖延的方式啊，这种非常拖沓的作风，还有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所以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买了6年的延保在这儿，这下我们房车就交代了，我们就没有房车生活了，我们只有房车维修了。如果你一个问题坏了，影响你的使用的话，
它修的时间如果长的话，那你这延保1年直接变成半年。啊，对呀，就是还有完全会影响你就是各个旺季的定营地或者出行的计划。对啊，他通知你可以送过去了，他通知你可以维修了，就是完全打乱你房车生活的节奏。所以说我们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明智，没有购买这个延保。我们俩也想好了，能动手的自己修，不能动手的我们就直接开到美国，让清风直营店来修。对，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经销商呢，他不是专门修清风的，对，就是他所有的配件都得从美国去请求发货。对，那么而且呢，他这个经销商什么车都卖，嗯，所以他不可能所有的配件，最基础的配件他都不会备着。对啊，我们这个经销商就是个超市啊，就是超市里面什么品牌都有啊，什么房车都有。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涉及到需要去美国清风的专营店维修。将来如果不幸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是啊，最后我们选择了什么呢？我们选择了一个救援。那这个救援呢，最后还得拜冠冠给我的教育。看到冠冠这个房车翻掉之后，对我比较震惊的啊。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救援，想着反正一次救援有可能就把这个保险的钱给回来了。而且这个救援呢，它不但是可以救援我们的房车，也能救援我们的皮卡。对，所以呢，和大家他还能报销你那个，比如说像冠冠那车翻到那个地方，他们得想办法，还得在那儿等，还得住酒店，还得往返，这些他们保险都负责啊。我们2个人有一个迷信说法，就是一旦买了保险了，他估计就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所以呢，在这儿也稍微延伸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延保的保险，我们2个人的认识啊。对。然后历经将近12个月的时间，13个月的时间，终于把我们一个天窗给修好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麻烦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并不特别了解这个房车的这个结构，或者说轻视了这个东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所以呢，造成后面呢稍微有点不方便。主要还是因为我是一个房车新手，在这个2年多时间里面，也遇到过一些小麻烦。其中一个小麻烦呢，就是这个煤气灶。那么每次我们房车运行过程中呢，Kevin 都会把煤气罐的阀门给关掉。关掉之后，我们到达一个新营地呢，我开始做饭，打火的时候呢，有时候会下意识的认为一下就打着了，其实不是，它煤气瓶里的煤气一直运送到这个煤气灶，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有一次呢，我就是打着火了。打开煤气，打着火了，我就去干别的事儿了。还好呢，我人还是留在房车上的。没一会儿就闻到有煤气味儿，有煤气味儿，正在问Kevin呢，哎呀，怎么会有煤气味儿？车上就开始报警了。所以说呢，就这一点，当你们更换营地，煤气瓶这个阀门曾经关闭之后，再打开，一定要等到确认煤气灶点火成功再离开。这是我遇到的一个小麻烦。这个好像就是生活重新开始，一个生活一个阶段就在关闭。对，另外一个阶段又重新开始，对，中间那个衔接会容易出一些小失误。对，那么这个报警器呢，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在车上呢，其实会备一些干发的喷剂，有时候来不及洗头的话，我们会喷一些干发的喷剂。那么这个干发喷剂呢，如果你在房车这儿喷呢，感应器这个报警器也是会报警的。所以如果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有时候会备这样的一个喷雾瓶的话，如果要使用呢，可以关起门来在卫生间用。或者就下车用，不要在这个房车的这个主要区域用。如果用的话呢，这个报警器也会鸣鸣作响。它有2个就是监视器了，一个是头上的油烟雾的，对一个是下面的煤气。叫的时候比较刺耳，会给周围的那个营员们也会带来困扰。他希望警示所有人嘛。对。还有一个小麻烦呢，就是大家牢记就行了。有一次在运行过程中，这个房车的天窗忘关了，还好呢，就是从那个南加州开到圣地亚哥，路不是特别远，车速也慢，所以呢，到达营地之后才发现。所以想想呢，还是有点后怕，万一这个天窗给折了，那么下雨天这儿就开始漏雨了。所以呢，这个我分享的呢，这3个呢是小麻烦，或者说你只要细心一点或者注意一点就能避免的。对，那我呢还可以分享一个我个人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最后被我成功排除掉了。最主要是我使用不当。对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经历了也很久，我们也是使用了各种办法去排除。对，我甚至也看到微信群里有人在聊这个问题，大家也是集思广益，出了很多主意。对，就是灰水桶的刻度出现了紊乱。对，这个东西呢，就是英文就叫 level 就是那个刻度那个。对，它是里边是有一个 sensor， 就是感应器。对，
来确定你灰水废水桶的水到了什么一个阶段啊？对，是需要排放了还是我们这怎么样？是有百分比的对方式对啊。那这个它出的问题就是毒素紊乱了啊，要么就不工作，没错啊，要不一会儿10，一会儿90啊。我把所有的水都排光了之后，它嗯依然显示有55%的水。对对，啊，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那还好是灰水箱，如果对黑水箱就更麻烦了。对对你不知道你的废水有多少，对对岂不是容易就是发水淹出来了，或者啊淤出来了。后来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经常能够面临到的，嗯不管是老的车友还是新车友，都一定会面临到这个问题。我看当年他们微信群出的主意，我认为有一些主意对我都是没有用的。后来我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其实我也经历过买很多东西，对比如说专门的这种清理。对，买过两次清理那个传感器的东西啊，对都不管用。买过2次，还有一个袋儿的，也是专业清理的，都不管用。后来我突然发现了有一个网友，我也查了很多论坛包括老外的一些论坛，就是他们去分析这个原理是什么造成的这种，很简单，就这个东西脏了，这个传感器脏了，有油污粘在上面。没错，什么能够挂在那个上面呢？只有油。他们说你这东西啊，如果冬天修，你怎么都没戏。对，因为什么呢？那个油是在冬天的时候啊，它是会凝固起来的。你想把它洗干，根本就没戏。大家想想看，大家在家里洗碗也一样啊。那如果用特别热的水，那碗很容易就洗干净。对，是的。甚至可以不放洗涤灵。我提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我最后拿什么给它弄好了呢？就是洗涤灵啊，这品牌不重要，每个家里都有品牌啊。就是洗洁精。对，但是一定要在夏天。对，怎么用呢？就是你从这个营地到下个营地的时候啊，对，你那个水啊，别给它排光，你放一半这个清水，然后呢倒进去。我反正倒了1/3瓶，好像每次倒1/3瓶。第一个营地倒完之后啊，咣的，一直走200多公里，基本上就好了。对，我呢后来又加强了，弄了2回，对，就洗得更干净了。对。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其实是小钱解决问题。如果你能分析得出它问题发生的原理，那你就其实不用花大价钱。对，因为这个问题呢，最主要是因为我造成的。因为一般厨房的这个下水道 ，Kevin 是不会涉及的啊。那么自此之后呢，我就是更改了。原来呢，只是把食物渣把它单独清理之后，用厨房纸扔在了那个垃圾桶里，然后去清理这个碗盆。现在呢，我改变了，不单单是厨房渣我要处理掉，而且我会用厨房纸把所有碗和盘子都先擦一遍，把它的油腻啊先带掉，然后呢再到厨房水槽里去洗。这样呢就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了。而且我呢建议洗碗的人一定要多用洗涤灵。对，为什么呀？这样呢，就是你可以在房车里放的热水洗碗，很容易洗得干净，也可以自己调节温度。但是问题是，这个水流到你的tank里，就是流到你的灰水箱里，它过一段时间这个水会凉掉。那这时候那个油污又凝固了。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出现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没错啊，像现在夏天，夏天没问题，我还稍微会好一点。当然，这个有些地方温差比较大啊，晚上还是挺冷的。对。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困扰了我们很久。应该说好几次出行，这个灰水的刻度都是紊乱的。对，还好呢，我们是营地派，我们并不野营，所以说呢，还是不影响使用。但是呢，总是觉得有一个心结放在那儿，这个东西是坏的。是啊，然后 Kevin 经过几次试验之后，用了一个又实惠又简单的办法，对，解决了我们这个烦恼。反正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吧。对，这种东西多试一试，分析一下原理，多试试。如果大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烦恼，首先呢，现在要改变一下洗碗的方式，食物渣和油污先要处理掉，才进洗水池。然后进洗水池的时候，一定要使用一点洗洁精。不管你是觉得这个盘子挺干净的，还是说你觉得不怎么干净，你都要稍微放一点洗洁精，这样呢，以免后患。灰水桶的那个毒素紊乱也会让你一直就是担心，这个比煤气表的毒素紊乱更让人担心。我脑子里呢都在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水枪里的水啊，经过200公里荡来荡去，荡来荡去。我们很开心，我们心想着里面洗洁精就着我们的水一路颠簸到了一个新营地。哎，我们觉得这个感应器应该洗的。当我到营地放水的时候啊，全都是大的泡沫，就证明它的荡来荡去起到作用了。对，事实上呢，我们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当然了，也有可能前面用的购买的这个东西啊，也起了一点铺垫作用啊，有可能也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作用。但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洗洁精。对，可能最初用那个东西啊，不是在夏天用的。对，反正季节也不是很对并不是说肯定没有用。
但是我们觉得最简单、最有效的就是这个办法，然后也把这些麻烦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对，好，好那我就要分享的就是这样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一个大的笑话和雷，还有3个注意点。希望呢，大家如果你们也有这样类似的雷，或者说没有被排除，或者如何排除的，也能够告诉我们，我们互通有无。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再见。